上一集，因为我们在太阳下山前要从造物高原赶到明泽村的住宿，于是中间的本溪湖、金镜湖这些有名的富士五湖就这样 pass 过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再往回走，去这两个湖跟冰穴走走。可是今天是个多云的阴天，富士山基本上都在云后面。今天可能看不到什么漂亮的风景吧，很可惜今天大阴天，就是山完全被挡住，然后湖水看起来因为没有光啊，就东西看起来都灰灰的。虽然看不到富士山，气温也变冷了，但还好沿路还有红叶，也不是全无收获。旅行嘛，总是会遇到天气不好，乐趣就要自己去找。要看本溪湖跟富士山，最轻松的方法应该是骑到国道300旁的本溪湖展望公园，因为它就在路边，停车的地方走几步路就到了。不过就像前面说的，今天是一个大阴天，富士山整个被云挡住，看不到湖跟山的画面，可惜了。不过路边跟山边正好都铺满了红叶，好多颜色层层叠叠。看到这种风景，脑子里好像应该要唱一首秋天的歌来应景，但是我觉得安静的空气比歌还要动听。另一个比较辛苦但更漂亮的本溪湖，就是爬到中之仓卡展望地去看。上面看到的景观有印在日本前一版千元钞的背面。登山口离本溪湖展望公园的停车场也很近。从这边爬上去，从这个步道爬上去，好陡哦，要爬30分钟。然后我看那个 Google 地图上说，它路面是维持得很好，可是坡度很陡，所以是这30分钟是比较累的那一种30分钟。然后如果再加1个半小时还是30分钟？单程30分钟，然后你再上去看一看，看一看，走下来就总共1个半小时，就抓1个半小时这样。爬上去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，这是图库的影片。因为想说这种天气应该也看不到什么，我们就没有上去。今天的本溪湖算是看了个寂寞。接着我们骑到金镜湖的时候，发现这一带湖边好多人搭了帐篷在露营，湖里也有很多人在划独木舟。突然小小羡慕起日本的户外休闲品质，风景漂亮，设备完善，场地干净，
人也不会大声喧哗，而且可能大自然地点的选择多，地方大，不会动不动就人挤人、车塞车那么肮脏。后来我们也跟露营的人一样，骑下去湖边看看，果然很台湾人，都要把车骑到最不用走路的地方。这个路你不会骑吗？不太会骑。为什么？那你慢慢骑不会骑？很慢，我会摇。不止山边有红叶，11月底的富士五湖边还可以看到全力开花的金黄芒草。要看金镜湖跟富士山，大多数人都会去他所河滨那里。我们下来的这个地方还没到，就是骑国道358绕湖的时候，随便看到一条岔路就下来了。这个角度看不到富士山，所以很少人下来。加上天气不好，我们这一天不算有看到金镜湖的风景。但是5天后的傍晚，我们又回来看金镜湖了。这一次我们就去了他所河滨那边，看到了特别的豹子复式。金镜湖四周都是山，就他所河滨这里刚好有一个缺口面对富士山，而且湖的对岸是青木原树海，在过去的大士山也矮矮的，没有挡住富士山，反而是可爱的蹲在富士山前面，一切都那么恰巧，才形成这个独一无二的豹子富士景观。这一天风不算大，湖面稍微有一点点逆富士，然后因为是傍晚，整个景色就加上了一层夕阳的红光，很漂亮。加上游客不多，没有叽叽喳喳的喊着来拍照哦，可以舒舒服服的看，一切都很安静，很刚好，很美。但是傍晚待在湖边还是有一点冷。从金镜湖往西湖、河口湖方向走时，途中还会经过明泽冰穴跟富岳峰穴。看介绍说是富士山喷发的熔岩形成的洞穴，好像蛮特别的，就想去看看。那怎么才600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。这2个洞穴单独看门票各是350日元，如果2个都想看，也有600日元的共通观览券，比较便宜。现在洞穴里0度C。好。明泽冰穴是2个环形洞穴组成的，样子还蛮特别的。下去可以走到地下21公尺，
全长只有153公尺，不是很长，但一开始下去的坡度很陡，阶梯的高度老人家走起来可能小吃力。看不到是不是？嗯，不是。好，可以在左边。你现在在看，我先注意脚下，好不好？这很难走。你问我，你只关心拍东西的事情。入口已遇到的隧道，据说是巨木倒塌腐烂后空出来的洞，高度只有91公分。这个腰不好还真走不了了。你再低一点，你的帽子都插到天上面的水了。哎，你帽子一直在插水，都湿掉了，湿掉了。哇，这要蹲着走。哎呦，应该背背包来的。哎呦，你的背包在擦地上了，你才洗干净的又在擦地上。你把背包的背带收短。提着好了。哇，我一开始就有一个好低的洞。这老人没办法来欸。好像是吧。哇，すごいな。在洞口经历一段高强度运动后，就看到地狱穴了。上面写说掉下去就回不来了，但里面黑黑的，也看不清楚有什么。这里还传说跟江之岛的盐屋洞窟相通，就是个传说吧。毕竟江之岛离这里直线距离还有80公里呢。洞里整年气温都在0到3度，一直都很冷。既然是冰穴，我就想这里面应该有冰吧。看介绍的照片也都有，但好像不是欸。然后我们就走出来了，我当时真的一片茫然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因为它没有钟乳石你没有看到冰吗？我没有看到冰哦。我刚刚还以为会看到冰。它没有钟乳石这些嘛。于是我们带着一头雾水，决定先去富岳峰穴再说。想说冰会不会是在那边？从明泽冰穴走东海自然步道，穿过一段青木原树海，大约20到30分钟就可以到富岳峰穴了。我们懒，还是骑车去。这里应该也是夏天来会比较凉。我觉得夏天凉不到哪里去，这海拔都不够高啊。夏天这里应该也是28度。28度，你只要走路一定都要流汗。冰穴、峰穴这一带海拔有990到1000公尺以上，青木原树海夏天的高温在22到27度间，比起都市也算是可以避暑的地方了。但6、7月要留意，可能有1/3的天数会下雨。等一下那个青木原步道可以去走。好，那先走了。走。先走风穴。风穴。我刚刚有买共同券，那这边就可以进去。Having a heart problem, lower body weight, lacking physical strength, wheelchair user, high heel shoes,
はいどうぞ。有2个月的票都是走。富岳峰穴比较大，也比较高，不用蹲着走，可以看的东西似乎也比较多。但我们的重点还是想看冰柱啦。一进来又是这种很低，要弯着走的冰池。这是冰池。钟乳石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完全冷却之后，从天井垂下来，在哪里？被打掉了吧？哈？他们敢打掉这里的东西？这不是天然纪念物吗？刚刚冰穴里没有看到冰。这个叫神状龙眼。神状龙眼哦，这个哦，对啊，我觉得它形状还蛮特别的，花纹还蛮特别的。但它这个龙眼要写3点水的龙。哦，他说先岩浆在流的时候，先冷却的那些熔岩被后面来的熔岩那样推，然后就挤出来了。天然冷藏库。以前在这边养蚕，储藏，储藏蚕卵，还有保存种子。ここで人間をやめればいけない。誰かいたいのか。哦，在里面那个明明白白，是那个吗？在一起。先生はない。这里也有长。ゼルダ。那个说会反射荧光。奇怪，它冰柱也没看到，钟乳石也没看到，然后就回程了。没有别条路了吗？咦，我们就这样又带着一头雾水走出峰穴，出去之后才在入口看到告示，我们根本就来错季节了。哦，有啦，它有写啦。这个时期没有冰柱，2月末到6月才看得见。你看那有写。哦，它有写，冰柱要在雪季完，雪水融化，渗到洞里滴下的时候才会结成冰柱，所以是2月底到6月夏季初才看得到冰。我们是1月来的，根本就还没有雪，自然都看不到。想要把平泽冰穴跟富岳峰穴列入行程的，可以参考一下吧。走出峰穴后，我们也去走了一下东海自然步道。一路上有很多高低不平的火山岩，没办法快走，反而被迫要放慢脚步来走这一片树海。这里也是青木原树海的一部分。这一天沿路一个人都没有。讲到青木原，总会想到那些不好的传说，但其实不要去想的话，它就是一片很安静的森林步道而已。要诡异的走，还是舒服的走，好像都在一念之间而已呀。